看一下我身后的这台车都已经挂到树上去了，现在洪水几乎已经退去了，就是在清淤的过程中，像这个车子也是当时来不及撤退了，然后被浸泡在这里。因为当时洪水来得太快了，就几分钟的时间，根本没办法转移。这就是贵州榕江人民心中永远的痛。时间定格在2025年6月24日，榕江突发30年一遇的超大洪水。几个小时后，整个榕江县城变成了汪洋大海。6月25日，洪水全面退去。据数据不完全统计，本次洪水造成超10.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损61.4亩。道路损坏291处，直接经济损失约742万元。越看越伤心。我们这家店是全部淹完了的，快到天花板了的。我们店损失起码应该是达到100万以上。3家店，动物测量仪8万多一台，我们家3家店都有一台。联系到厂家了，修不了了，只能买新的。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家里还有3个小孩要养，还有还车贷几百万的门面，这都是我们贷下来的。现在每个月都有30来万的一个贷款，真的就是天要塌了的感觉。我们这人家也是20多年的老店了，真的是辛苦打拼了一切，现在全部啥都没了。从今天傍晚到27号白天开始，在贵州的西南部和东北部仍有大雨到暴雨的天气，局地大暴雨。受暴雨影响，山洪、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以及中小流洪水等这种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地质灾害发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仍要防范这种地质灾害的一个风险。我是裘二高兄弟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榕江县县城的中心里面啊，这些地方呢受灾很严重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在帮忙灾后清理啊，兄弟们看到没有？这些的车呢，这些基本上都是废掉了，这些车全部是被水淹掉，而且那个水是满过这个车的，看到没有？而且这些车全部都废掉了啊，全部都被那个水淹掉的啊，兄弟们看到没有？这么大的车，这个车看到没有？这个车都已经差不多是被全部淹没掉的。你说你们想一下这个水有多深啊？然后现在呢，水虽然已经降下去了。虽然水已经消掉了，但是地下停车场那些水还全部积水都还是满的，然后呢，这个灾后清理呢，这个工作呢，可能要持续1个星期都不一定打扫得干净。你看这些兄弟们，看到没有？全部的积水，然后这些人那个一楼全部是被淹掉的啊。宝马、奔驰，还有。养了8万斤左右，讲到电能钱引回来，损失100多万。我在榕江这有30多年了，第一次遇到像大的洪水。来洪水那天早上的7点钟，我们全部都去店里面把所有的原料啊，还有物料啊这些，全部都搬到桌子上来了。我想着顶多那洪水来啊，也只是把我们的这个板凳给淹啊。那我晓得9点钟的时候，直接把我们整个店全部给淹啊，啷子都救没回来。我们2个奶茶店，还有1个长途铺的话，1天之内全部都变成了垃圾。本想分享自己的自救经历，却被网友质疑拿洪水起号。人究竟要经历什么思想才会阴暗到这种地步？事情的起因是贵州榕江遭遇特大洪水。一个有着2个孩子的妈妈担心停在地下车库的车会成为泡水车，于是，在安顿好孩子后，赶紧下楼挪车，想把车开到一处高地。下楼之前，他看道路上还没有积水，结果刚把车从地库开出来，他就看见左侧的河水涌了上来。仅1分钟的时间，洪水就大到无法开车行动。也幸好他把车停在了地库出口。当更大的洪水肆虐而来，车辆都被冲得后退时，他淡定地坐在车里，死死打住方向盘，让车屁股撞到了地库出口的保安亭上，然后果断从天窗爬了出去，站到车顶上，意识到水流的冲击会越来越大，而被冲进地库只有死路一条后，只有76斤的他把自己吊在消防管道上，等最汹涌的洪水过去之后，他才贴着墙边游了出去，最后踩着空调外机上了2楼，完成了自救。本是一次勇敢的自救，可视频发布后却出现了很多的质疑，许多网友都拿其他视角的视频说，他明明有机会开车走，但非得停在地库门口拍照，甚至有人怀疑他是故意的，借这个机会起号当网红。但凡看一下榕江全城被淹的俯视图，
都知道他把车停在原地是多么正确的选择。怎么办？月经来了！我是游出来的，我是等水平稳了之后我才游的，从天窗出来的。提前打开啊，你不能等那个水进来了你才去打开天窗，你肯定是要提前打开呀。外面也不是有那个挂机吗？水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就爬到那个空调机上，翻窗进去2楼里面。真的只有经历过洪水的人才知道我当时的情况。那洪水呀，冲的呀，冲击力很大的，跑出去都要被冲回来。再加上我本来就瘦，70多斤，人家大车、摩托车那些都哗哗的被冲下来，更何况我这70斤的小身板。这个地方是我7年以来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现在全部毁了。早上我们是8点多钟，我们这边挪车的时候，洪水就直接就冲进来了，来不及挪不出去。后面因为我们的这边相对来说地势还比较高一点，所以说全部是到展厅里面去了。我们有20台新车，20台，我隔壁有48台。我这边的话应该是200多万吧，里面的泥巴基本上都有50公分厚。现在这些车有一部分的话是保险公司处理，有一部分可能就需要我们自己去处理了。家人们大家好，国家发的那个应急预案你们都知道了吗？其中有3条，一个是大的传传染病，第二个是自然灾害，第3个呢是突发事件，这3件事都要特别注意。然后这3件其中有2件都已经发生了，就是你们仔细好好看一看，今年的天气有没有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比如旱的旱，涝的涝，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洪水、冰雹，还有大风，还有就是6月还在下雪，真的是很反常。然后这些事情呢，咱们家长，我们的妈妈也早就和孩子们说过，就是要注意，自然灾害，大型的传的事情，还有突发事件，自然灾害已经发生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大的传的事情。什么叫大的传的事情啊？比如说那个新冠还有那个登革热，还有那个诺如好多等等等等，也来了。还有一个什么呀？还有一个是突发事件。这个事情这个可是随时的因为不会提前打招呼。你看外边村，对不对？你看外边那么热闹，一天天扔过来扔过去，然后再看看那个小丑，对不对？他那么变态，明天做出什么事来，那可真的是他想怎么做，那真是他一念之间呀。他说的话也从来不算数。最近师傅带着大家关注了这个大洪水的事情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的是，现在四川的8种、河南陕西、甘肃的一些地区已经是特级干旱了，特级干旱还有一些这个地方咱们先不提了现在是不是很玄幻？涝的有多严重，旱的它就有多严重。还记不记得我今年说的那个致命高温？你们就能想象到现在干旱到什么程度了。师傅说了，今年是这个旱涝极为分明的一年。你看起来好像雨水很多，对吧？各地都在洪涝灾害，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地区它都在水患。但是你不知道的是该有水的地方它现在没有水，不该有那么多水的地方它水全都去了。水少但是集中这几个字是关键，就是现在的这种情况。为什么说现在是极端天气加极端气候所以未来依然会经历这个旱灾涝灾以及超级大风、冰雹这是今年的特产。我们的粮食它会不会缺？大家自己去想吧，好吧，我也就不说了。所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自己有条件的去准备点粮食，相信的人呢，那就都去着手准备了。你别忘了我们一直是靠天吃饭的。你以为我们无论什么天气都能种出庄稼吗？什么叫老天爷赏饭吃之前特意出了一期视频，就讲的这个旱涝的问题人呢一定要敬畏因果，尊重天意，能懂吗？我知道不信天不信地的人现在有很多过嘴瘾罢了。
现实里边啊，什么样只有自己最清楚啊。黑夜无声，侵蚀我，风雨无情，掌梦割破，眼泪滑落，无法闪躲，心中滤镜依旧忍着。曾经相信不会来过，如今只剩残破轮廓，脚步颤抖却不退缩，伤痕化作勇气的火。我用无畏的心去拥抱痛楚，即使世界冷酷，依然守住那片残破的蓝天，仍属于我。燃烧的灵魂化作永恒之歌，命运多残忍也不放手，希望像微光穿透裂口，从深渊中握住机宇宙，不再害怕风暴的咆哮。像微光穿透裂口，从深渊中握住气宇宙，不再害怕风暴的咆哮。我用无畏的心去拥抱痛楚，即使世界冷酷，依然守住那片残破的蓝天，仍属于我。燃烧的灵魂化作永恒之歌，当灰烬化为星辰闪烁，我知道生命不曾退缩，无畏的心是我的承诺，每一步都为明天而走。黑夜无声，侵蚀我，风雨无情，将梦割破，眼泪滑落，无法闪躲，心中滤镜依旧忍着。曾经相信不会来过，如今只剩残破轮廓，脚步颤抖却不退缩，伤痕化作勇气的火。我用无畏的心去拥抱痛楚，即使世界冷酷，依然守住那片残破的蓝天，仍属于我。燃烧的灵魂化作永恒之歌，命运多残忍也不放手，希望像微光穿透裂口，从深渊中握住机宇宙，不再害怕风暴的咆哮。我用无畏的心去拥抱痛楚，即使世界冷酷，依然守住那片残破的蓝天，仍属于我。燃烧的灵魂化作永恒之歌，当灰烬化为星辰闪烁，我知道